肖战还在犹豫，肖妈妈也上前紧紧地牵住他的手。小战，现在这个时候，说什么爸爸妈妈也不会让你单独出去，听话，跟妈妈回家。可是，只要我在，就算我们回了家，也会有人来不停地骚扰。他红着眼拉开肖妈妈的手，摇摇头：“妈，爸，你们听我的，你们先回家，你离开，你离开。”肖妈妈哭着上前，边打肖战边骂道：“你就只知道离开，你要是离了家还能去哪？现在到处都是疫情，连出国都受了限制，你说说你还能去哪？”肖战愧疚地低下头，他其实也不知道该去哪里，但留在家里总归是给家人添麻烦。就算他们不说，还有那么多从小看着他长大的邻居们，眼见着那些人每天因为他的关系出入不便，被人骚扰，还要天天担心疫情蔓延。再这样下去，就算他不走，也会有当地政府出面送他出去。到了那时候，一上热搜就更难看了。没地方去吗？有没有兴趣去洛阳看牡丹？三人还在争执，突然间，一道中气十足的男声从背后响起，令三人皆是一怔，不约而同地往声源处望去。一个修长的、穿着考究西装、手戴蓝色浪琴的身影映入众人眼帘。中年男人从车边向他们走来，肖战满脸的不可置信：“王叔。”王崇厚朝他咧嘴一笑，然后快步走到了肖爸爸和肖妈妈面前，在两人惊疑不定的目光中伸出手，用好听的中低音自我介绍道：“你们好，很抱歉在这样的情况下与你们第一次见面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王崇厚，是王一博的父亲，受我儿子所托，来接他的宝贝回家。”3个小时后，肖战拘谨地坐在加长林肯的后座上，正好和王爸爸面对面。在王崇厚热辣的目光下，他抓抓脸，有些尴尬地望向窗外。他其实更想拿出手机问问王一博到底在搞什么鬼，但被未来岳父这么盯着，他真没好意思这时候拿出手机。叮，微信声响起，王崇厚终于从肖战脸上移开目光，从口袋里摸出手机。肖战脸上的热度稍退，刚刚松了半口气，就听到对面传来了王一博的声音：“爸，你到底接到人没有？这么久了，你倒是给我回个信啊！”王爸爸快速看了肖战一眼，将手机放到嘴角，挑唇笑道：“没有，你家媳妇跑了，没接到。”话音刚落，王一博的信息立刻回了过来：“什么叫没接到？老头子，你做事能不能靠点谱啊？就让你接个人，你都能接丢了，你可真行！要是我赞哥有什么事，我唯你是问。”肖战捂脸，刚刚从脸上退下去的温度再次升了起来。“王叔，你……”王崇厚抬手阻止了他要说下去的话，将手机放到嘴边。“靠，老子大老远的从洛阳开了10几个小时的车跑到重庆接你媳妇，你 TM 的就对我这个态度，我现在就把你媳妇丢下车，让你哭着来重庆找她，信不信？”话刚发出去2秒，那边电话就打了过来。王崇厚翘起二郎腿，慢悠悠地接起电话，刚喂了一声，王一博的声音就像连珠炮一样朝着他发射而来：“爸，你真的接到赞哥了？他怎么样？有没有瘦？有没有很难过？你去接他，他反抗了没有？他爸妈有没有说什么啊？你这老头倒是说话呀，你倒是给我开口的机会啊！”王崇厚翻了个白眼，捂着话筒将手机递到肖战面前：“还是你自己说吧，这小子这几天急得快上天了。”
谢谢王叔。他不好意思地接过王爸爸的手机，刚要开口，那边王一博中气十足的奶音又喊了过来：靠，老头子，你是不是故意不说话，打算急死我？老头，我要不是被困在横店，你以为我愿意让你去接啊？把电话给肖战。耶波，是我在。肖战的声音从听筒里慢慢传出，王一博刚到嘴边的话又立刻咽回了肚子里。好几天都没听到肖战的声音了。这段时间虽然他有定时给他汇报自己所处的位置和发生的情况，他也知道了肖战外公去世的消息，就是因为知道，他才不敢过多的打扰他。但心里的担忧已经折磨得他好几天都睡不着觉。这回一听到肖战温柔却沙哑的嗓音，一下子没控制住，又红了眼。刚才还中气十足的吼声立刻变成了带着哭腔的奶音，哼哼唧唧又委屈巴巴地问道：哥，你现在好吗？王崇厚翻了个白眼，将座椅转了回去，对自己跟炸了毛的狗崽子似的乱叫，一到肖战面前就乖顺的直摇尾巴。嫁出去的儿子泼出去的水，你倒是有本事去肖战面前横啊！我很好，你放心。肖战当着人家爸爸的面也没好意思多说，只能规规矩矩地应了声，然后快速用手机发微信：你怎么叫你爸大老远的跑来重庆？手机里传来叮的一声，王一博看完，对着电话小声说道：我不是担心你吗？我就是不在重庆，也知道你家现在是个什么状况。你这人肯定又盘算着不连累别人躲出去吧？王一博，你还真是了解我。他还没说完，王一博就快他一步开口：我就知道你这个蠢货肯定又要往外躲，反正你都要离开，还不如去一个有人帮我照顾你的地方，那你也不用叫王叔大老远的过来。别担心，是他自愿的。我本来打算的是叫司机过去，没想到老头子还挺担心你，自告奋勇说一起去接你，没想到还真的跑去了重庆。那我这段时间怎么办啊？肖战无语，这样空着手上门，好尴尬啊。到了酒店你先隔离，1个月后我这里有假期，我安排好就回河南看你啊。那我不是。他看了眼坐在前面正侧头明目张胆偷听的王爸爸，低头在手里快速按着微信。我不是要单独和你爸妈相处半个月？王一博那边手机一响，接着就传来了他低低的笑声。怎么，我那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的战哥还怕和未来公公婆婆单独相处？他应了一声后又在手里发微信：你是真不怕你妈打断我的腿啊？没事，断了腿老公养你一辈子。王一博，干嘛？你快回来！战哥看着微信，王一博直接坐在休息室的沙发上里，笑得直不起腰。肖战无语地听着他小奶泡般的笑声，嘴角终于绷不住，慢慢勾起。果然，王一博才是治愈他的那款良药。他笑够了，轻咳一声，对着话筒认真说道：赞哥，这次换我来保护你，好不好？肖战一愣，王崇厚眼看着刚才还一脸憔悴的人此刻绽放出的笑意，忍不住揉揉眼，然后听到他眯着眼低应了声好。挂断电话后的王一博一扫连日来的疲惫，满血复活地朝着小王一招手：走，去下一个行程。肖战将手机还给王爸爸，王爸爸看了他一眼后没头没尾地说了句：回去给我做糖醋排骨吧。啊！肖战有一瞬间的呆滞，等反应过来后立刻点头应道：好。爸呀，也不行。王崇厚抓抓脑袋：你还得隔离15天啊！
对，那半个月后给我做糖醋排骨。好，肖战抓抓脑袋，对未来岳父为糖醋排骨如此执着表示相当不解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界舆论依旧不停地继续发酵，什么海归教授，什么老戏骨，为了蹭一波热度，都纷纷下场。舆论开始从一边倒的指责肖战，到现在慢慢有不同的观点出现。而肖战手里的代言日趋稳定，该走的都走了，该留的也是看到了他的商业价值，打算最后一搏，成了风光无限，败了大不了弃了这款商品。而风暴中心的肖战却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众人眼前，无论是狗仔还是记者、黑粉、私生，大家面面相觑，竟谁都没找到他的一丝痕迹。要不是国家正严格管控出入境人员，能确定他还留在国内，不然他们真要以为他已经逃到国外去逍遥快活了。你是遥遥的路，山野大雾里的灯，我是孩童啊，走在你的眼眸。你是明月清风，我是你照拂的梦。见与不见都一生与你相拥，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，愿你所愿的笑颜。你的手我蹒跚再见，请带我去明天。如果说你曾哭过我的甜，我愿活成你的愿。愿不忘啊，愿永忘啊，这盛世每一天。